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vivo 的全面屏手机的一支视频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宣传页面，然后大家看过这个以后也大概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然后现在就进入那个什么刚才。是一起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 vivo 的全面屏的广告的这个参与人员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主要负责这个设计和制作的这个我们4个人今天都在这个直播上，一会儿大家会展示各自负责的那个模块，然后做一些讲解，是吧？然后这个从这样大概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片子的那个内容，还有整体的一个架构，画面的一个效果。然后先看一下吧。然后这支视频主要是vivo 它的应该算是比较跨时代的一个作品，就是它是真正的一个全面屏手机，它没有包括连正面屏幕正面的这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和感光元件都不见了啊，都是隐藏式的。然后还有下面的指纹解锁的那个按键它也没有，正面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屏幕，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然后基于这个卖点，它衍生出了四大功能吧。最终这4大功能呢，是因为就是升降式的这个前置摄像头，因为它前置摄像头隐藏了，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弹出式的摄像头。然后还有感光元件，本来在正面的位置现在也变成隐藏式的。然后之后它还有一个全屏幕的发声技术，就是通过屏幕整动发声的。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块做的设计。还有就是因为它正面没有那个指纹解锁的那个怎么说呢，是 Home 键嘛，所以它的半屏，也就是说它下半个屏幕都可以作为指纹解锁模块，就是你手指往上面按它都能解锁。然后这个就是这款手机。然后看完了这些，我们就开始拿到了用户的这个客户大概的这个需求之后呢，针对这个需求，我就做了一个因为这次主要是我来负责这个创意和导演这个部分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PDF，这个就算作是提案嘛，是给客户看的。那么之前这条视频本来是为了那个2018年的那个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会上播放的，后来好像因为一些原因还有没有播啊？这是早期他们给我们的功能点，然后我把它整理出来放在这里。早期的那些功能点跟最后的其实差不多，但是它在名称上会有一些最后做了一些调整吧。像这个传导其实就是全屏幕发声技术，然后弹出式摄像头就是隐藏式摄像头，半屏关键指纹解锁，然后曲面全屏这样。一开始做这条视频的时候，我是想把它做成比较，因为他们的定位对，就是霓虹色彩的那种霓虹color，就是他们的定位是比较年轻的嘛，然后又想要有科技感，就是 vivo 的一个特色。那我一开始我就想做成找了一些那个色彩和氛围的参考，就大概列在这里，就是比较霓虹的一些色彩可以看到。然后这里就到了那个视频的创意部分的描述。开场一开始呢，我本来是想让他在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场景，可能是一座大桥上面，然
后会有霓虹灯逐渐打开，然后显示出手机这个感觉。然后呢，这里还套入了一个就是大海的概念，因为他们想要那个 U 型边框全面屏嘛，就是想表现全面屏，没有边际，就是比较宽广的感觉吧，可能。然后这里我就想到了，想到用大海去，怎么说呢，去类比这个概念，然后，通过大海的形态和材质变换，然后转换到手机的全面屏，这里有一些具体的描述，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描述也比较难理解。当然，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条，就是剪辑，Mood Edit 应该那个，对，那个中文怎么说呢？那个叫概念剪辑吧，就这样。对对对，比较直观的一种方式。同时，我们接着说，然后这个是弹出式摄像头，这里是就是想让镜头穿入那个手机的弹出式摄像头，然后呢，这个模块在最后还是有基本上保留下来的这个创意，对吧？就是我们真神负责的那个部分，然后那些光线就是它的指纹解锁信息，它就汇聚到那个 sensor， 就是感应器上面，然后触发解锁。这个是骨传导，就是之前想用的那个概念创意，就是全屏幕发声技术。之前我是想说用那个屏幕发声，然后引发共振，然后就产生一些像磁流体一样比较漂亮的这个扰动。但是最后客户说这个东西感觉不够科技感啊，实拍也能拍出来，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然后就被去。好，这个就是结尾，记住展示。然后这个是开始的时候蓝真人出的一些草图啦，还有这个是蓝杰森出的一个草图的大桥上的感觉，但这些都是比较粗略的，就是给客户看个意思。像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这个概念提案阶段，但这种提案其实我们也做了我这边也做了挺多版的，但是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看了，其实就是做了一些调整，每次根据客户的反馈，我们会做一些概念创意上的还有细节上的调整，然后我就直接给大家看那个创意阶段的 Mood Edit， 应该是第一个版本，然后看完就大概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好像说有画面没声音，对吗？有声音。OK， 那可能是个别情况吧。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条的目的了。可以看到，就是我会在那个画面，就是每一个镜头标注在左上角，就是镜头号，这样这个目的不仅是给客户看那个感觉啦，然后同时针对我们我们几个就是动态设计师也会去比较好的理解每个镜头它所表达的大概的内容，然后呢还有它的大概的节奏和时长，这样子就能比较好的去把握这个片子的怎么说呢整体的感觉吧。然后大家可以在基于这个基础上，针对每个镜头的内容，然后自己去做设计和动画，对吧？对，这个方式也是跟这个烧麦大佬学的。对。因为最早我们帮他就是去做自行的时候，他就是用的这个方式，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借鉴过来。可以看到，然后我在那个每个镜头下面也做了那个描述，然后这样也能比较好的去帮助客户和我们其他几个动画师设计师去理解这个内容。
一开始做的是概念是这个大球，但是OK，不好意思。就是一开始我们做的这个概念是在这个大桥上面，然后这个灯打开以后会显示这个手机的背面，但是后来客户觉得这个大桥这个概念太过具象了，不够科技感啊，然后最后就只好把这个创意给去掉。然后海洋这个概念，他们也觉得不是很好，就可能因为没有做出具体的画面来吧，然后他们觉得太过具象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比较传统的科技感的表达方式去表达这个手机的科技感吧。然后最后海洋的概念有保留，然后这里我做了一些剪辑，节奏好像保留下来。然后这个是第一版的这个 Mood Edit， 然后之后针对于客户他们的需求，然后反馈又做了一些调整，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后来的Mood， 我们看一遍。这一版 Mood 跟我们最后成片的内容就基本是比较接近了。我们基本就是按照这个 Mood， 然后去设计制作每个镜头，再把它替换掉原来我们 Mood 的镜头，这样子大概整个片子的架构就出来了嘛。这个就是我们前期创意阶段的那个大概的一个描述了。然后针对于这一些我们前期做的一些前期的设定吧。对，还有我忘了这个步骤，就是对，但是参考阶段可能一会儿大家在真实那个屏幕上看，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开那个页面，因为我刚重启。对，然后这里就大概看一下我们前期做的一些测试和设定这样子。前期我做了一个这个有点类似于内部芯片结构的，后来他们说这个太过工业感就是科技感不够，就是说白了就不够发光嘛，对吧？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凌晨做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全面屏伸展的一个测试啊，但是客户不是很喜欢这个流体这个蔓延的感觉啊，觉得不够抽象。然后后来我就让真神做了一个效果测试，对，同样的一个效果测试，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效果测试，就是这个，然后这个真神做了一个效果测试，然后这个是早期概念里面我做了一个磁流体的一个氛围，然后做了一个海洋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早期让真神做了一个无限宽广的那个海洋的感觉。后来他们觉得这个调性太暗黑了，然后跟 vivo 的调性也跟 vivo 的调性不太一样，我觉得还挺酷的啊，比较像那个环太平洋那个感觉啊。然后这个是早期让真神做的那个芯片城市的那个概念，对概念设定。然后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太像楼房了，不像芯片啊，后来就把那个改得特别的简单好。然后这个是这些是后来出的一些零碎的一些图啊，这些可能就比较接近最后成片的效果吧。对，我们在这些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其他的图，没找到了有些，整理一下都在这里。然后这边应该是我们前期阶段了，除了那个我们找参考，然后怎么去
做设定，这个一会儿由曾神来说吧。那我就先切入，然后大概 C4D 去讲一下，怎么去实现那个啥。哎呀，操！我忘了把那个最后的放一下。那我先放一下那个片。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成片了。然后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模块，我的这个模块里，这个 OK， 对，我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模块里面这个镜头，这些电路上的这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就网格状这个线条的这个伸展效果吧。对，用 X Particle 做的。相信大家对 X Particle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嘛。那么你们今天应该会挺失望的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用。对，我也是因为这个项目，然后刚刚就是购买了这个 X Particle 4.0的那个插件啊，然后也比较懒，也怎么啊，就是稍微懂的一些粗浅的应用吧，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我们去简单的去实现一下刚才那个效果。首先啊，建议不好意思啊，弄一个大概手机的外形出来吧，对吧？然后这个假设这个形状是个手机，对吧？那我们看这个画面，首先它这个做了一个怎么说呢？边缘，对吧？这里区分其实分了比较多组的例子，这个工程文件相当的卡，根本就我打开看一下。对，可能要控制一下时间啊。反正这个工程是非常的卡，大概看一眼就好，然后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去实现一下，就是大概分析一下，就是它的我做了一个手机的外轮廓，对吧？然后里面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表达了一些好像是电路板芯片一样的效果，然后做了一些网格状的那个客户比较喜欢的这种发光的这种粒子和线条。这个工程打开了，然后周围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上一个镜头里面用到了一些怎么说呢，机械的神经元或者触手之类的，然后接入这个芯片，然后会产生一些反应吧。然后可以看到，因为最后我们是使用到那个渲染农场，就是瑞云渲染农场，因为渲染量确实比较大。然后这个项目应该也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几个第一次用 Octane 吗？不是，是吗？不是啊，我忘了。反正是不怎么会用。那我现在简单的去实现一下这个效果。首先我们做一下这个类似手机的一个外轮廓嘛。好，假设这个就大概是个手机，一个手机的外形。那么我需要保留下来这个手机的外轮廓，对不对？复制下来一个 Q， 然后关掉这个 filter， 然后缩小它，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用一个切出来，想保留住这个外轮廓。那么，因为我需要发射 X particle 嘛，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画面。这些网格状的粒子，它其实有分层啊，就是这些边缘可以看到是比较密集的啊，它基本能把这个手机外轮廓给勾勒出来。
然后呢，还有一层是应该不止一层，这里应该有2层是内部的，就是在板内行走生长，然后它是不一样的系统。然后同时这里还有一个4个角，我还做了四层矩形状生长的例子。那么我们先来做这个外轮廓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一段这些例子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建一个发射器，对吧？那么不好意思，我先删掉。X particle 要怎么去使用呢？其实通常我们可以直接，如果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新建一个发射器。那么比较好的方式，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方式是使用它这里自带的一个预设叫 X particle system。那么这里有很多的优势，尤其是它更新到4.0以后啊，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在使用这个 X particle， 可能只用过早期用过比较简单的使用了一下2.0还是2.1的版本吧，之后比较多使用 Thinking particle， 但是4.0以后确实更新了很多很牛逼的功能。那我们使用这个 X particle system 里面，你创建 X particle system， 它就自己帮你创建了一个 X particle emitter， 就是发射器。那这发射器我们点播放，它就发射粒子了，对吧？但是跟我们要的效果肯定是差了很多。但首先呢，我们需要创建，如果它4个角度生长粒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创建4个发射器呢？对。可以这样子去做，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基于物体的面去发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创建很多的发射器。会有什么问题？创建很多的发射器，那么你每个发射器如果想让它产生线条的话，你都得去做一遍trails， 对吧？那我就变成我如果要有4段线条，我就得做4个发射器，然后同时给4个 trails 物体，会比较麻烦，好控制。不好意思，我刚才变成 sprite 了，这个 trails 拾取这个 emitter。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播放以后，它就产生了粒子头尾，对吧？线条。那怎么让这个线条它成这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网格状的生长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X particle system 下面的 modifiers 就是编辑器、修改器、效果器吧。然后里面有4大分类，对吧 ？Control modifier motion。那我们这里因为要让它产生这种行为、这种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 motion modifier 就是运动规律的这个编辑器下面，我们找到它有一个叫做 network， 应该叫做网格状生长这么一个modify。然后呢，现在我们回到第0帧开始播，可以看到，会变成这种比较 digital， 就是数字网格的感觉的这种形式路径，对吧？但是可以看到我这里用的它好像不是呈90度，所以因为我觉得这个效果好常见，然后我就想不一样，对吧？我就把它改成45度，那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对吧？变45度，来看到特别的乱。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为什么会这么乱呢？因为它在每个走向上都有，对吧？那所以呢，我这里就把这个 plane， 它现在 plane 的状态呢就是它在每个走向上都让它产生这种网格状的行为嘛。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ending 改成 xc， 就在这个 xc 平面上约束它，它就变成这样，相对规律了很多，对不对？现在数量特别多，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把这个发射的数量减少，对吧？先减少到比如说50并且呢，我不想让它就是整个时间段它都在发射，那我们改，比如说让它在0到30帧之内发射，之后就不发射。可以看到就少了很多，就能看到它大概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网格状结构出来了，对吧？那么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边框的这些例子，所以我们要让它这个边框以内运动。那我们就比如说给这个布尔一个 X particle tags， 就是 X particle 带的这些标签里面有一个 X particle collider， 就是粒子碰撞，就是通过这个粒子碰撞呢，我们就可以拾取一个碰撞把它作为一个碰撞物体，然后同时呢，
让这些粒子呢约束在这个碰撞物体内，对吧？这里有一个 enable 开关，它已经是打开的。那但是我们不想让它有一个 bounce，就是反弹，我们把反弹关到零，然后 friction 摩擦力开到最大。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射器先缩小吧，然后移动到现在不好观察，对吧？那我们先把这个布尔物体给它一个 CSD 的显示标签 display， 然后使用，然后让它变成线状的显示，这样子就不太会影响我们观察。然后现在把这个 emitter 放到这个边角，大概这个位置吧，Y轴为0，然后缩小。现在，然后我们在刚才的这个 X Particle Collider 这个标签里面呢，我们要因为它默认的这个法线呢，它是朝外，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面是有正面和反面，对吧？那它现在只识别到法线正面的碰撞，那我们要把它反过来，因为我们是在这个 Mesh 的 Volume，就是对，就是内部进行碰撞，所以我们把它反向过来 inside 是内部碰撞，然后再播放，但它还是没有碰到，为什么呢？很奇怪啊。我想也许是因为布尔物体，那我就把布尔物体给那个合并掉，对吧？好，对，果然是因为布尔物体，现在它就在这个边框的内部进行生成了，对吧？但是跟我们想要的形态还有差距，对吧？首先就是它速度不够，那我们调整一下粒子的速度吧，比如说给它20，然后给它一些 variation 变化值，大概5，那就是15到25点每，单位应该是每秒。现在就跟这个更接近一些，但是可以看到，因为它有4个角，基本上是基于4个角生成然后往外扩的这个粒子行为，就是粒子状态。那我们就要去让它4个角去生成粒子，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如果你去新建你在4个角分别去新建一个发射器，当然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会比较难操作。比如说，我觉得速度，比如说我建了4个发射器，比如说建了3个发射器吧，然后我觉得，现在的速度我觉得不够，那我就要宽选所有发射器，然后去调整速度，这样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会比较麻烦，对吧？并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目前产生这个线条的，它只有第一组粒子。那么你想让另外的发射器产生线条，你还得去新建这个 X particle shells，比较麻烦。所以我这边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去，因为 X particle 呢，它其实是它有几种发射模式嘛，蛮多种发射模式。它可以基于 rectangle，就是我们创建的时候，它默认就是用矩形的发射器，这里就是它怎么说还有 circle， 就是圆形发射器。那我们现在呢，它有一个发射器模式是 object， 它可以拾取一个物体作为发射器。那我们想让它基于这个平面去发射，对吧？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我建这个平面，然后把它改小，移动到这个位置。然后缩小它，基于这样子去发射，那么我们就把它发射模式改成 object， 然后在 object 里面拾取这个 plane 作为发射器，然后呢，它 emit from 哪里呢？就是从哪里发射呢？现在它默认情况下是在那个 polygon center， 就是面的中心点。那我们想让它在面的整个面积都发射，就 polygon area 它有这个选项。好，这种情况下，就跟刚才一样了，对不对？对，但这样子跟刚才也没有什么区别嘛，对不对？但它的好处是哪？就是我可以，比如说我再新建一个面，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我拾取这2个面，然后再把它拖过来。好，可以看到现在，因为它还是基于第一个面嘛，那我现在如果把它们给一个 connect， 然后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控制。然后同时我们因为修它改比较好修改。分成了4个发射器嘛，所以分成了4个区域进行发射，所以我们可能增加一个数量。嗯，这个就是边缘的一个发射模式了。但是可以看到，它现在我说一下这个 X Particle Network 里面的一些参数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network 就是形成这个网状运动规律的怎么说呢网状运动的这个编辑其他的一些参数里面有一个圈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粒子在10帧以内它会改变一次方向，但是每次改变的方向的度数是怎么设置呢？就次数在上面设置，对吧？这里还有一个 variation， 你就可以基于比如说它现在是每过10帧，它改变一次粒子的 heading， 就是它的朝向，就是它的方向。那么我们可以改成每过20帧，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对吧？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形态。这样子粒子就会在它朝一个方向行驶更久的以后，它才会改变粒子的朝向，也会改变我们这个网格的形态。这里可以给它一个 variation 变化值，可以让它稍微的不平均一点。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边缘粒子的这个做法了，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比较长边它没有嘛，但是我们可以去复制，然后旋转它，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4边都有，所以它同时还是基于一个发射器去发射，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调整它的那些参数什么的。然后这个是边缘啦，然后我现在快速的讲一下这个发射器内部的例子，它的设置会有一点不一样。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把它起名叫 emitter， 然后把它丢到这个系统。那么我们因为X Particle 它提供了这个很方便的 X Particle System 就是这个系统。那我们复制一份这个系统，把原来的系统，你只要点击这个 main icon 的这个对这个 enable 把它关了。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 X Particle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首先一会儿我讲，就如果你不喜欢它这个 icon 你就可以icon in viewport 关掉，然后就看不到了，不然会有点乱。然后呢，我们复制出来一个 X Particle System 以后，在发射看到，哎，怎么回事？就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太诡异了，为什么一样的形变成这样了呢？因为在默认情况下呢 ，X Particle 它以每创建一个 emitter， 它都会默认情况下它会受到场景里所有 modifier 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刚才复制了一个X Particle System 以后，那么我们同时复制了这个 emitter， 但是我们也同时复制了这个 network， 就对这个 modifier， 现在这个 X Particle emitter 它其实受到了这个 Particle Network 的影响，但是它同时还受到这个 modifier 的影响，比如它受到了2次的这个网格运动的这个 modifier 的影响，所以它变得很乱，对不对？但是我们所以这里就体现出这个 X Particle System 它有一个优势，好像是在 3.5 还是 4.0 之后，它更新了这么2个开关Only modify in same system， 就是只有在同一个系统里的modifier 才会影响到这个系统里的发射器。我们勾选这2个开关以后，可以发现它就正常，对吧？对。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效果呢，应该算是 inside， 就是这个电路板以内的这个网格线条的效果。所以呢，它其实是另一组系统。那我们这里我就不使用刚才的这个物体去发射，我们使用它自带的这个 rectangle 发射器，然后把它移出来，大概放到这个位置。
假设我们从这个地方进行发射，对吧？它就出来了。但是呢，这里就需要用到，因为它内部使用的这个状跟刚才的还不一样，所以我再新建一个 box。刚才我不小心把 book 删掉了，其实把里面那个 box 提出来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子吧。大家点一下它，然后作为它的 particle 或者 collider， 同样inside 对吧？然后不显示，可以看到它就，对，它有一些粒子跑出去了，应该是因为采样和分段不够的原因。然后现在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粒子它其实因为我这加了景深啊，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其实它这个内部的粒子呢线呢就没有这个边缘轮廓那么密集啦，这是从从设计和美观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让这些粒子就一开始它就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一开始给它比如说 burst rate 我们改到10，那么它就只会发射这几个粒子。但如果它只有这么几个粒子的话，它就无法形成就比较大面积区域的这种结构吧。所以呢，我通过一种方式就是 spawn， 就是分裂长卵的这种形式，让它的由粒子产生粒子，然后呢去构筑这么一个结构了。对，有点像神经网络，但是我们走势又是比较规律的走势，所以我们怎么去做那个 spawn 的效果呢？就是让它分裂和长卵效果，同样是在这个 modifier 里面，因为它是产生新的粒子，对吧？可以我们把它理解为生成，所以在 generate modifier 生成类的这个效果器里面有一个spawn， 对，这个 x particle spawn。然后呢 ，X particle spawn 它需要怎么去工作呢？它需要借助一个新的发射器作为粒子产生的载体，对。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去新建一个发射器，然后把它指定到里面。但是它里面还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操作，就是你自己可以直接点击 add spawn emitter， 它就自动把你添加了一个长卵发射器，对吧？然后呢，当我们新建一个 X particle spawn 以后，它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的 X particle emitter 就是作为载体的这个发射器，它的 modifier 就是它的效果器里面，它已经 exclude， 就是它自动把这个spawn 给排除了。为什么它要这样排除它呢？因为如果它不排除的话，这个也就是说，它粒子这个新产生的这个粒子，它自己还会受到这个 spawn 的，同时自己会再产生粒子，那么就很容易把你，对，它会把你的电脑给，对对对，很可怕的这个。所以呢，它在默认情况下，它就已经很人性化的把你的这个spawn 给排除掉了，对吧？也就是说，只有我们一开始的那一组可以理解为 original， 就是原粒子。不好意思，完了，吓死！需要把它排除掉。只有我们一开始这组粒子会受到这个 spawn 的影响进行分裂，对吧？但是其实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让它自身进行无限的分裂，对，所以我需要把这个modifier 里面的这个 X particle spawn 删掉，就是说我想让产生的粒子它同时自己还要再分裂，就是自己变成一个无限的分裂过程，然后去构筑这个网络。所以我这样操作，但是这样子的问题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它会产生特别多的粒子。那么我们去更改一下这个 X particle spawn 里面的一些参数啊。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它的一些参数里面 spawn particle position 就是产生新的粒子它的位置，我们不去改它。然后呢 offset value 我们这些都不去改它。然后需要改的是什么呢？是 direction， 就是新产生粒子的方向，就是运动的方向。我们把它related to source particle direction， 就是继承原来粒子的方向。然后呢，速度我们也用 inherit 继承。然后产生粒子数量我们就改成1个。然后呢，这个产生的数量怎么说呢？是每帧产生的还是每秒产生？我们是用每秒产生。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粒子就自己在产生粒子了，对吧？那我们这里复制一个 x particle trap，然后给到它这个，就可以看到，新产生的粒子就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然后但是它的形态好像有些，对，形态需要调整一下了。然后这里我还做了一些操作，因为时间我们可能后续我们还要讲其他的东西啊，时间可能不是很够，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在这个系统里面还设置了哪些东西。在这个新的那个 X particle 里面，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刚刚购买了这个 X particle，所以我也不知道3.5还是4.08，它可能有一个它更新了一个功能，就是这个 mapping 应该叫做 data mapping 吧，就是数据映射。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模块它可以把你的一个粒子的数据，然后它去映射到你的另一个数据上，从而去控制你的去独立的控制你粒子的一个行为吧。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我就开一个新的场景去测试一下，比如说我最近的一个 X particle emitter， 对吧？这样子，那它在不停的发射粒子，那我改一下啊，比如说让它发射比较少的粒子，然后同时在0到10帧内发射，对吧？好，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那我现在再新建一个 X particle network， 同时呢，按照这个网格状去行走。那我再建立一个 generator 器，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粒子运动的轨迹，对吧？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它是很平均的去运动的，对不对？它的网格大小都是均匀的。但是呢，我现在想做一个操作，就是我随着这个粒子它运动的距离越长，或者说它的年龄越大，这个粒子，我让它的我想让它的就是这个网格它越来越收缩，就是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收缩的形态，就是区别于现在比较规整的形态。那我就可以借助这个X particle network 去实现。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 data mapping， 对吧？然后呢，我们去这个 parameter 就是去影响它的什么参数呢？我们就影响它的那个什么，不好意思我们影响它的change in， 就是它的每过多少帧它会改变一次它的前进角度。现在是10帧，但是我现在用 data mapping 去怎么说去操控这个参数。那我们根据粒子的年龄，对吧？对，控制它这个 change in 的这个参数。那可以看到它有2个值是 range min 和 range max， 就是这2个值就对应这个 x 轴。我们比如说粒子年龄为0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 change in 它现在是比如说是0。那粒子年龄为90的时候，那它的这个 change in 的值可能就是我们设定的现在的一个最大值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改成40的情况下，那我把它反过来，把它反过分下来。对，它是跟年龄挺酷的这个方法这个很好。对，可以根据你的年龄进行映射，同时它这里有很多的参数，你还可以根据你的particle，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还可以用 distance traveled， 就是粒子行进的这个距离，比如说它从出生到它一共移动多少距离，比如说我现在移动，比如说50的距离，那么假设我在0到，如果是50的话，那我乘以1，大概是粒子行进到这里是一半吧，就25厘米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对吧？这可以玩好多东西。对，它可以，这个 data mapping 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把很多数据映射到你的粒子上，然后去做很多很好玩的操控吧。然后我现在也还在摸索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数据，你甚至可以新建你的 custom data，就是自定义的数据，然后去映射到你的你这个 modifier，就是你想要的应该大部分的 modifier 都有这个 data mapping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全部的 data map，全部的 modifier， 但我想大部分的那个 modifier 都有这个 data mapping 这个选项，也就是说你的各种的这个叫什么？比如说我们 turbulence 上肯定有 data mapping， 我们可以用粒子的年龄去控制它受到 turbulence 影响的这个强度，对吧？我们可以让它出生的时候几乎不受这个 turbulence 影响，到它快死亡的时候它才会受到粒子的受到这个 turbulence 的影响，然后产生扭曲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怎么说呢？很自由的去控制你的粒子，对吧？然后同时你还可以想让，比如说你的粒子，比如说我假设用到一个不影响一个单弦粒子使用的这个通道，比如说是个 smoke 啊，或者是 temperature 啊，温度，然后呢，或者是 radius， 比如说我只想让其中30%的粒子受到影响，那我怎么办呢？我可以，因为我使用了那个粒子的半径嘛，所以我就可以在这里设置给粒子一个半径，比如说是3，然后 variation 是3，那就是0到6这么一个半径变化，对吧？所有粒子是这样0到6的一个半径变化。那我在这里把这个 radius 约束到，比如说最大值就是3厘米，然后最大值是6厘米，那就是0到6的粒子。那么我们只想让其中40%的粒子受到这个 modifier 的影响，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它只会对其中40%的。说了好。好，那我讲的部分大概就到这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内容。那接下来就由谁呢？由凌晨吧来说一下那个我播放一下那个片子啊。由凌晨说一下这个模块，就是这个全面屏粒子全面屏生长的这个效果是如何实现，好吧？接下来就交凌晨，然后就把我的屏幕共享停止了。哎，现在能看到我屏幕吗？看到。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屏幕蔓延部分的制作思路。大概效果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能先看一下先分析一下，它大概主要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可能是线条的生长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底下那些方块状的网格蔓延的部分，主要分为2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原文件工程文件大概是什么样的，可能有点卡，等一下。肯定很复杂吧？这样刚才卡住了，因为这边线条部分它差不多，其实我这边是分了5层，用层来分，这样到时候做的时候可能会好去制作一些。然后网格部分呢是这些，然后我现在先讲一下线的部分的制作。这个。其实线的部分制作思路其实跟云3还是的那个制作思路其实还是比较像的。我可能就先做一个容器，然后用 Xparticle 在里面去生长。这边先在那个把这个发射模式改成 shoot 发射1次，然后粒子数改成50左右。哎，看一眼。鼠标好像放得上啊，能看见吗？可以。对，然后这个发射的 plan 可能改成 y， 高度改小一些，就现在有点太大了，尽量把它放在容器里边。
然后给它往里挪一下，大概是-3.01，好像差一些，看一下，现在速度有点太快了，速度调小一些，速度4左右。哦，调错了，因为我做的这个镜头是，其实只有上半部分嘛，所以说我就只是在上半部分去发射就好了，这样可能因为东西比较多，就不会那么卡。对。然后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拖尾。这部分云章之前讲过了，所以说我这边可能就讲可能快一些。你也是用那个也是用 network， 也是用 network。network。然后因为它现在方向是有点随机嘛，我可能会在我会在 network 里面让它限制在容器里面，它直接有一个 insert 这个体积，所以说直接把这个平面给拖进去就好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加那个碰撞的那个效果，它就直接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再去加一个限制，去让它方向始终是朝上的。这样它就都是朝上在走。第一次讲有点紧张，大家不要奇怪。没关系。然后我可能就先是让它去往上生长以后，去控制这个 limit， 让它长到顶部，因为它有时候会往左往右去偏，所以说我可能就用这种比较笨的方式去控制它比较直一点。对，这样这就大概就长好了以后，可能就把这个线条 C 掉，然后用 MOSFET 来控制它的生长。因为你如果说用粒子来发射来生长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不太好控制，所以说我用 MOSFET 来控制它的生长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这边把显示模式改成线模式。需要把这个生长模式改成独立分段。这样你就可以用它去控制它的生长，线的生长就比较方便来控制它。然后如果说你我这边其他部分的线条，就是拿这边去复制，直接就复制过来。如果说有些单独的线不是很好看的话，你可以去单独的去调整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不是很好看，就给它删掉，或者是挪到其他地方需要补充，去填那些空，让它可能看起来比较
密一些。这样的话，你再去调这个单条运动。我这个分组做的大概有做了有4组，因为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是比较亮的部分，有些是比较暗的部分，然后你可能就复制一层，然后在中点上给它做短一些，然后这样就可以区别出其中一部分是亮的，其中一部分是可能是另外一部分的颜色。然后接着线条的部分大概是这样，思路是这样，然后可能细节上可能需要可以自己再添加，可以再加一些。然后可能就讲这个屏幕网格的部分，这部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因为很多复杂效果往往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效果的组合出来的。可能先是我这边就可能先拿一个平面，然后加了一个polyfx 放在下面，上面先隐藏掉吧，然后在里面再加一个剪映效果器，剪映效果器把这个位置关掉，然后添加缩放，跟比缩放、绝对缩放的打上，改成-1，然后然后再添加衰减。这边衰减可能给它大小一点，就这种反转。这个改成80左右吧。让它平一些。然后可能希望这边让它生长的这个面有一些随机的变化，加个随机，然后给它放在简易的前面，一定要注意这个是要在简易的前面，然后你改它的位置去掉，改它的权重变化，这样呢它就会有一些这种随机的这种效果。这个是底下这层屏幕的那个，它有一层是屏幕的玻璃生长，然后剩下里面是一些发光的一些细节部分的那个粒子部分，我可能就会去再复制一层，再加一个剪映，把它放在这下面，然后这边做一个翻转，这边把翻转勾回掉，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只是中间一部分的这个范围，然后把衰减调整一下，让它看得再多一些。我这边样条，调样条也是为了让它看得明显一些。新店的是然后这个你可以给它增加一点厚度，厚度的话我是用布料来去给它增加的。下面
加一些货币的话给。然后因为里面还会有一些更细小的一些面，可能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增加，我是通过加上一个细分曲面。应该还有王老师啊，还有王老师是吧？那就交给王老师吧。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鳞片的一个制作过程。其实，这个原理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公式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时间原因，我又做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公式。其实它是一个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单独拿出来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我给它等于是 K 了一些动画，就包括它的点级别的动画，其实是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两个小去关掉，然后其实是这么一个动画，一个翻转的动画。然后还有一个点级别的，就是这个菱形的这么一个动画，然后给它加上两个效果器，然后加上等于是又加了一个结构的细节和一个倒角，用那个 More Extrude， 然后做一个基本的结构，大概就是一个三个单体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原理呢，其实就是用那个克隆的那个 fix 去修改它的动画，就是它的你子集的一些点级别的，包括效果器里面的你 K 的一些动画，都是可以去做修改的。所以说我这里给它了一个效果器，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效果器，然后去控制它的动画的产生和消失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这么一个单体结构呢，然后我现在就是会把这个单体结构克隆在一个平面上，然后这个平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给它克隆上去，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构。我可以先把这些关掉。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基础结构是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动画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效果器去控制它的播放进度来实现的，其实原理不是很复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效果器打开，其实我们看我们拖动这个效果器，它就可以实现一个翻转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其实原理上是挺简单的。对。然后今天可能主要就讲一下材质打光的一个部分的一些细节。因为vivo 这款手机它是概念手机，所以它上面的结构不是很多，而且相对于比较简洁，可能不是很具备一些代表性。所以我拿了一款华为的手机来做这次的演示。对，这是我昨天晚上简单弄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IPR， 看一下它一个简单的一个灯光效果。有点慢。对于这个产品来说，因为现在的手机很多背面都是要么就是纯反射的，要么就是玻璃的一种质感，所以我选择这个手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点，而且它的材质上的细节会更多一些。然后对于产品打光这一块呢，可能第一点你就要注意的是，你首先要看这个产品上有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客户其实
挺在意它的每一个功能点的设计，可能在不管它的海报还是视频中都要能够明显的去看到。所以打光的时候注意的一点就是，每一个它的结构上都会有一定的细节，那么这样它就会比较容易出效果，而且会比较真实。其实有一个小的窍门，就是用反光板的一个窍门，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我这些地方很多都用到了一个渐变的一个反光板，你包括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么一个整个玻璃，因为玻璃这个材质，其实如果是你在一般人处理的条件下，它可能会做一个很锐的一个反光板，但是在我处理的时候，我不会去用一个反光板去处理这么一个背面的结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很锐的一个反光板去打的话，很有可能去破坏它的一个整体结构，所以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这种反光板的处理可能会更好的去体现它的材质。因为做质感之前，你肯定会找一些参考，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些参考，就是很多化妆品的参考，它都运用到这一个渐变的反光板，你会觉得它这个第一会让光感比较柔和，而且不会让亮部很爆，暗部也会有细节，这种渐变的处理其实是很多化妆品都会用到的，就包括这种高光渐变的反光板的处理。其实如果是你处理成一个没有渐变，就是一个很实体的一个反光板，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没有一个这种弧度的细节，所以很多地方会用到这个反光板的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打光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你先不要去打它的细节，一般我会用一个基础的环境光，一个 HDR 去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颜色，这个环境它是给到一个主体的一个光源的来源，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最亮的部分是它的上面，所以你一旦确定了光源之后，它的阴影就在下面，这样子整体的光源确定就会有一种不会太乱，就视觉会视觉中心会比较统一一些。然后一般在 HDR 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处理，就是还是那个原理，一般的 HDR 都会有一个很锐的一个反光板，然后我会在 PS 里面把它做一个高斯 blur， 然后这样会让它的光会更加柔和一点，然后你可以通过调整它的翻转去控制它的一个光源的一个方向，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就去挨个打它的每一个零件的这么一个光，其实就是通过反光板，而且打反光板的时候呢，我一般是用的这个一个发光材质给到一个平面，这样子我比较喜欢，你们也可以用反光板去处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会用到一些渐变节点，这样去处理它的那个细节，这样会比你看，其实这个弧度，其实侧边的弧度，如果是你给一个很锐的一个反光板，它其实不会有一种弧度的那个感觉不会很明显。那么如果你用了这么一个渐变的材质，它会多一份细节，而且它的弧度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还有包括这个摄像头的这么一个处理，大概的原理就是这么多。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材质的一个演示。也是要注意点，就是你还是首先第一点，你进来一定是要先给它一个场景的一个光源。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HDR 去给它的一个主体光源给它一个照明，然后一般这种结尾一般都是用在 N 顶的地方，所以说我的光源就会偏向于中心一点，就是高光的处理会偏向中心一点，然后你给到一个环境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有些细节是被照亮的，那么你再用反光板
去打它其他部分的细节，就包括它的前面的屏幕，还有侧边的这一个金属的边缘。其实这样处理，然后动态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点就是你肯定跟黑洞画一样，你肯定要确定几个关键点，就是一般是结束的这么一帧，你首先要 K 好，就是把这个反光板的位置要打好，然后要确定中间一帧，关键的一帧就是肯定有一个在中间的这么一个动态的时候，它的一个位置上的反光板你给它 K 好，然后其实整个动态就基本上它的反光板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而且一般是都会把反光板作为他们的子集去做，这样子它的反光板的动画不会很跳。大概就是这么样子。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大家可以在之后的问答环节可以问，关于材质方面。这样可以了吗？哦 ，nice。那再说一遍，就是说找参考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做这个芯片的一个结构，然后因为这个芯片的结构比较像这个程式和一些矩阵，所以找参考的时候可以不一定要找我就是找芯片，所以你可以找类似的视觉结构，比如说程式，然后我找一大堆关于程式的结构，然后看了一下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的结构它比较酷，然后我想利用这个参考，然后我就其实就是照它那个摄像机的角度来做的，然后其实角度是很类似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个主干道，然后旁边有两个也有两个主干道，然后我就按同样的方式，一个主干道，然后两个主干道，然后周围的东西我就自己加了一点，然后再按照它这样子的程式结构来做，可以看一下第一版它可能参考的比较像一点，这第一版。然后开始做，哎呀，这个 Pinterest 可以看到我建的这个楼房的样子，其实跟这个很类似的。然后这里有个主物体，我这里也搞了一个主物体，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参考照搬过来，然后颜色可能搞得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 CCD 文件好了，yes。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开始看得很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先看一下，首先我是建了几个大块，然后在上面克隆了一大堆这样子的小物体。这小物体其实是单独自己做的，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小物体建了一些这样子的小物体。其实小物体有点像楼房，但是客户到后面不要也没办法，其实就是按照这样子的结构，像模拟楼房这种效果。其实看这样子，它这里有个凹槽什么的，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楼房结构给简化了一下，然后要把它克隆在不同的板块上面。这个选。然后它的材质也比较简单，因为是在暗环境里面，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材质，只要你的材质有那个反射和那个 roughness 就可以了。现在等它再入进去，这是用最简单的这个 glossy， 然后用了一个 roughness 贴图就好了。然后我这贴图是从这个人这里下载的，就是这个那个 Octane 封面那个渲染器封面的那个作者，我可以把网站打开一下，大家可以去他那个网站下些那个材质都特别的好。So Max.net， 他就做了个宇航员的，看一下进去 ，yes， 就是就这位，这是位德国3维艺术家，然后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应该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可以下载。它这里有他点他的 blog， 然后有3D 的一些资源什么的。不知道他那个链接还放出了没有？是啊。这样没打开。他好像不提供下载了。哎呀，我看了我下载是一个绝版东西。稍后我会把这个，稍后把这个材质分享到群里好了。这是它的一个 fingerprint 的一个 roughness。其实这个 roughness 你可以贴其他的，你可以贴只要有黑白的，然后上面有些这东西就可以了。你可以在那个 polygon.com 里面，然后它有很多这个 imperfection 材质，你也可以在上面找 polygon.com。网算慢，那只能开着。一些是，然后主要物体上的材质全都是这一个材质。可以看上这么多，我复制这么多，其实它每一个就是材质的那个材质这个 index 有点不一样，然后 roughness 有点不一样，其实都是用同一个模型的，同一个那个base 模型来做的，然后把这些材质就上分在这些楼房啊这些地面上，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这个发光的地方。发光地方很有意思，我就是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办法做的，看一下，太卡了。首先我叠了2个 plan， 新建一下，叠了2个 plan。首先这个下面这个 plan 就很普通，然后就上一个 emission， 就是发光，最下面上一个发光，然后我在上面又复制了一层，就上面一点点，应该是下面一点点，然后我又上了另外一个材质，然后这个材质呢，它上了一个 displacement， 然后这个 displacement 它是一个把那个材质调出来。打开一下那个vivo， 对，就上这种黑白的这种材质，这个材质好像是用一个是王老师发给我的一个那个 JS 那个是专门生成这样子的贴图的一个软件做的，它可以随机生成这种黑白的，然后有这种科技感的东西，然后我下面就贴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由于我贴了这个 displacement 的话，下面它就会有那种突出，然后什么的，然后就会跟上面产生一个遮罩的效果。我就现在演示一下，然后下面上一个白色的，可以看到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效果。其实是两个东西叠在一起的，这样子就会比你单独贴一个这样子的白的要有细节一点。这上面有，然后可以下面贴了一个 displacement， 上面是个 displacement。我可以开一个那个lights。看到它就是跟 displacement 产生了一个然后它就有这么复杂结构东西出来了。这个然后看一下看什么其他可以讲。刚才讲就中间这部分，然后前面的这些材质就是用的同一个这个 reference 贴图，然后就好了。其实你要调成这样的话，
也要调很久，但是主要的思路最主要的就是用了这一个和那个和这个 displacement。哎呀，太卡了。其实你还可以叠很多层呢。比如说你这个把它移过来一点，然后放在旁边。你越往下面走的话，这个平面越往下面走的话，它那个出现的细节会不一样。你可以再复制一个出来，然后我再上一个不同的颜色。你说我不用白的，我用个什么颜色呢？上一个红的，它其实就有2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你也可以伸缩这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到不同的位置，它就可以上面变得很复杂，但是它原理都很简单。然后你这个你也可以上一个不同的颜色，就上个蓝色什么的，然后你就有不同颜色了。当时如果我还想加细节的话，我在旁边又加了一条线还是什么忘了没加线，我直接在下面这个物体加了一个克隆，然后我又放了一些方块，这个方块变小一点，变成111，放在克隆里面，然后克隆在最下面这个物体下面。错了，克隆放这里，然后我这克隆我也可以上不同颜色，先上同，我把它变成黑色环境好了，那它就突然多了这么多细节了，一下子这个板子，你还可以在上面再加多一点细节，比如说你还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那个透明的玻璃。然后玻璃上面再上一个那个 roughness， 然后那个由于 roughness 会跟那个光会产生反应，然后又会形成很多不同的细节，把它变粗一点，然后加一点厚度，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加个玻璃材质，然后上个 roughness。然后找个这个黑白的就好了，我随便找一个，这看，然后加点对比，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细节。对，大致是一个这样玩意儿。大致就这样吧。其实当时只做了3条线以后，发现这2边都是很黑的，然后觉得画面感觉少什么东西，然后我又在这边又加了2条线，就加了这个东西，然后加点单独的这个发光的模块，就显得稍微随机一点。大致是一个这样。对，就是其实我是偶然发现这个办法的，之前是不知道。对，但是就是很卡，就是对太多就很卡了。然后这个镜头大致是这样，看还有其他，还有一个。这个的 Xparticle 好像是比较简单，也是用那个凌晨跟云山办法做的，但是没有他们做的那个，我不知道用你们就是云山你说的那个 mapping 那个办法，所以我就直接，对，我直接发射的，我就建了4个那个emitter， 这里发一下，这里发一下就好了，
是，对，大致我这边是这样。好，那今天要不然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